合在石头上兜里。阿父，少少，陈将军、陈夫人，那日我有紧急军务，没能赶上下聘，实在抱歉。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，自己拿了主意便是，有何好致歉的？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林将军既然来了，便一起用膳吧。秦聪，收拾一下酒坠堂，请林将军过去用膳。不必多礼了，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，一起用膳吧。大家不必这么拘束，子慎很好相处的。大家为何不说话呀？那个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，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甚好，甚好。不如子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古时有一位书生，最是自私凉薄，从不与人交好，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。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，每出岛都需要乘船渡湖。有一日渡湖时，他发现所乘之船被水中石破了一洞。他本可脱衣补洞，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，也不愿废其口舌，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，直到这船行至湖的中央，众人才发现，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，惊呼道：“这船要沉了！”各位猜，此书生如何作答？他答道：“这船又不是我的，与我何干？”那最后呢？此人如何了？自然是淹死了。哈哈。
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？天气炎热，天气炎热。来，三兄，子申敬你。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？随便喝2口，解暑降温。多谢林将军。子申再敬三兄，解暑降温。四兄，我喝。先干为敬。爽快。我不胜酒力，吃菜，我吃菜。好。我听说林家的郎君来了，不得无礼。哎呦喂，真热闹啊！大木没来迟吧？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就是林家的郎君吧？啊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眉毛是眉毛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是嘴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卓尔不群呐，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。我看你们说呀，我这辈子看人就没错过。你跟我们家娘娘，一个鼻子俩眼睛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看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。我曾经也这么说过，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。睿智，睿智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从未见过。是吧？好，我让他们给你们做。阿父啊，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，届时各家回礼，咱们送去就行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！局部，开包茶叶。什么？都说家宅安宁，方能兴旺。我与少商定亲，程家人亦是我的家人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啊？陈娘子，少商妹妹，来跟我挤挤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娘娘，你来了。来坐这儿。11郎挑拣多年，眼光也不过如此呀。陈少商，你好是能耐呀！前脚与我堂兄退亲，后脚又搭上11郎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？是身上亲口向我陈家提的亲，天大的深恩，哪敢无端拒绝？楼离，你这么大口气，当时就应该让你在御前，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。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！我堂兄得多难过啊！他对你情深意切，你就该伤怀，该避居乡野。凭什么你堂兄另娶我就要终身不嫁？就算是要嫁，也要先伤怀好些年，错过花甲之期。最终是嫁了，也要找一个不甚如意之人，躲在冷僻角落，舔日烧烤，不能在人前出现。知道的是知道我陈家，为圆满何将军临终遗言，
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陈家欠你们娄家多大人情呢。楼里，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，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，当着你阿父阿母的面再说一遍，看你阿母抽不抽你耳光。夫人，这是要去何处啊？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，谅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。程伯夫人说的是小女言语挑衅了。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，娄氏何家甚觉惋惜，只是为了成全忠烈遗愿，不得不这般。夫人不曾往心里去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。我家得圣上亲赐11郎，这么好的郎婿，夜半都会笑喜，又怎会心生怨怼呢？凌将军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婚宴，着实令人心中钦佩。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，也不会陪心腹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。只是不知凌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，还是他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？多谢各位到访，请。多谢二位。张公子，来。娄大公子，若非你博闻强记，会下冯一军于途，此役只会更艰难。圣上示下论功行赏，你立此大功，日后当身居高堂。阿瑶能够迎娶昭君，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恩典。身为何将军的亲家，娄家能够助凌将军夺取冯一郡，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怎敢再贪功呢？阿奔啊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伯父深知我心。林将军，我半生散漫惯了，只喜周游天下，不欲入仕，怕是要令你失望了。你虽无意入仕，但若圣上起贤，我看谁人敢阻拦？娄大公子，这程家才到娄家退亲，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，快得令人咂舌了些，不免让人生疑心呀。这陈少商与凌将军是否早就有私情啊？阿言，你为何来南明演习啊？倒也并无大事，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她落了件披风在凌将军马车上，托前来问问。少商妹妹是有志气的，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，看见那凌不疑就跟饿了3天的小野狗看见那肉骨头似的。可惜，人家凌不疑看不上你们呀。诸位，想必你们也认识凌不疑时间不短了吧？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。
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坐正，哪像有些人妩媚做作，卖弄风情。林将军是伪丈夫，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？怕是受了蛊惑。王良，你在血口喷人？我没有。哎，阿紫。林将军，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我行至何处，黑甲卫便跟至何处，向来如此，无意冒犯。林将军，此处是女眷席面，只怕不大合礼仪吧？和席分席只是小节，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。好，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，那我今日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、知礼仪。林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！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席也要去维护她。这程四娘子刚退门亲事，又能提得如此上的郎婿，还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哎呦呦，抱歉啊，一时贪看热闹，竟失了手。不过能用上等鹿肉旗袍，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跟他动嘴，可没人能从他袁善剑嘴里讨得半点好处。走。陈夫人，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，如今长辈们看着，也算是合理了。如此甚好，林将军思虑周全。林将军此话差矣，圣人云礼仪。礼仪？你一个女公子，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，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，很懂廉耻吗？你尚未出嫁，就已经一副市井妇人的嘴脸，娄大夫人，你知晓吗？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，卖弄做作，你可知上个月，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妓，你兄长王龙见后垂涎3尺，我便将2人送予了他，可谁知不过几日，你阿父又将其笑纳。狐媚风情，卖弄做作，这夸赞的可是他们2人啊！你，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污我家心腹，不如回家好好想想，日后该怎么称呼这2位美妓？是敬为阿嫂呢，还是敬为阿母呢？林不疑，你。诸位，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吧？待我成婚之时，还请各位大驾光临。诸位，想必你们
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了。待我成婚之时，还请各位大驾光临。恭喜林将军！诸位女公子，关于我定亲一事，还有何事要议？一并问完。没有。别再为难我家幸福。林将军和程家娘子的婚事还真是天作之合呀，天降奇缘。是啊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有何好说的？我们费尽唇舌，诸般道理，不还是会任人欺负吗？可是他分明在替你撑腰啊，你不开心啊？不知怎的，开心不起来。为何不说话？我说也不说重要吗？我说10000句，也抵不过林将军说1句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废话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今日我终亲眼见到权势的模样。戚家阿姊抵挡的好生辛苦，按母想来，也是忍得极其不易。可那些贵女们还是不依不饶，不肯放过我们。可你来了，3言2语就将他们闭嘴了，甚至不需要多费口舌，目光所及，他们就会顺从去做。你不喜欢权势吗？那是你的权势，不是我的。而我为何能有你的权势呢？是因为不久之后我将会嫁于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让你开心舒适，所以我就能分享你的权势了，对吗？夫妻本是一体，待我们成婚之后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这样有何不好吗？没什么不好，是我庸人自扰了。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，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。那时，我将不再是陈少少。太晚了，睡前进食过多，容易积食。我征战在外的时候，过午向来不食，人饿警醒，吃的太多会失去斗志。林将军，我知你在军中命行令旨，不惜与人商量，可我也自小散漫惯了，最不惜有人管束，哪怕是为我好。你若是想娶我，那就得忍着我。我已经在尝试与你商量，
少商，我已经告知了你我的理由，你大可告诉我一个，即便知道对身体有害，此饼也非吃不可的理由。林将军，这世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理由的，就好比说，你无缘无故向我提亲，这是有何理由？少主公，西村处有要事禀报。先送陈娘子回府。是。启程。韩武之前说过3日之内必归，可是我们等到昨日天黑也未见其下落。属下担心其安危，特派人前去调查，发现了许多形迹可疑之人。属下怀疑，是不是韩武已经预想了？霍家军传信官，遇险必留下线索。我们去一趟西村。可是少主公明日还要去程家下聘，这我自有安排。哎呦，行了，把这些杂物放到后院，把前院给我腾出来，我要有大用处。是。慢一点，别磕着碰着，慢点儿，那是我的陪嫁。对，慢点儿。君姑，哎，您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呀？元一呀，袅袅一生出来，你跟大郎便获孤城大捷。袅袅命中带吉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现在都城谁家的小女娘能比我们袅袅争气？娄家婚事刚退，林家又赶着来求娶。我打听过了啊，凌不疑是在圣上面前养大的，待遇就如同皇子。我们袅袅嫁过去，那不就等于是皇子妃了吗？君姑，君姑，你可千万慎言，这会为程家招祸的。我知道。林家如此显赫，送的聘礼比娄家定多不少。当初娄家送聘礼摆了满满半个院子，那林家送的聘礼还不得整整塞满整个院子吗？所以我得早做准备，将院子打扫干净腾出来，免得聘礼占了你们夫妻的库房。君姑啊，此事还未定，林家还未派人来交换庚帖。他们不来，你上门去要啊！如果你觉得脸面不方便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亲自登门去呀。哎呀，迂腐之人礼就是多。那娄家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？你聘礼早日落袋，早日为安呐！我的意思是，亲事早日定下来，早日为安。老夫人，女君。林家管事来称家中主母身体抱恙，故无法按时下聘，望请见谅。抱恙什么意思？抱恙？哎呀，怎么好端端的会病了呢？这你怎么弄？我院子都腾好了呀！你这，哎，元一，既然亲家病了，咱们带些药去探望。是，林家管事还特地叮嘱，为免过病气给姻亲，所以请程家人莫要登门。哼。这城阳侯府真是欺人太甚！完了！哎呀，看来丁城的婚事怕是要黄。
哎呀，我的聘礼呀！都怪妾身病的不是时候，与娶灵侯家的亲事，只有等病好了再说。否则万一将病气传给程家，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罪过？也是程娘子命硬，还没入得侯府，就将未来军姑给克病了。日后哪家还敢求娶？是啊，这世间又有几人像郡主这般命格显贵呢？这亲事本是圣上定的，夫人也不好推举。你我同样命苦。放心，只要聘礼没下，庚帖没换，这亲事呀就算不得数。我明日去宫中与圣上论道论道。这程娘子既能退第1次亲，自然能再退第2次。郡主，老王妃，听闻林将军命人进宫，称自己父无母病，叩请圣上代为操办与程氏的亲事。圣上也已经应下，说是明日便派老王爷担当礼官，前往程府下聘。什么？子生竟为程娘子罔顾伦常？哪来的老王爷？那本朝老王爷只有士大夫。哭什么？要是旁人下聘，倒是值得一哭。你大父还不是听咱俩的？何父，县长面前也敢撒野？我告诉你啊，莫要嚣张，看我明日不变皇上休了你！你尽吃我泼妇！你分明做了王爷，你做的忘本你！我当初随你上山下田，食不果腹，吃了多少苦！我不泼妇，怎能养活你和圣上？这朝中上下，谁泥腿子模样我不曾见过，就是当今圣上，也是我一口粮一口水省下来喂大的。老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现在想过河拆桥，欺负老妻吗？你文家男人，你丧良心呀你！你想逼死我们祖孙2人吗你？你可不敢胡说呀！要骂就骂我一个人，怎么敢连圣上也一起骂呢？大漠何苦为难大夫呢？圣上命大夫为子生下聘，大夫又岂敢违背圣意？都是我命苦，与此生无缘无分，不如就让我留在三彩观里侍奉神仙好了。大牛，你皇儿你都死了，西宫少的孙女长大成人，他今若就此出家，我告诉你，我刑你一定撞死你！哎呦喂，好了，你也莫死，你也莫要哭。我明天就去找程少商搅黄那个凌不疑的婚事，如何？那明日便看大夫手段了。老子上当了。凌不疑没来。女公子莫要难过了，虽然林将军没来，可请来了德高望重的汝阳王为女公子下聘，可谓是做足了脸面。现如今都城中人人都羡慕女公子，聘礼多到整条街都装不下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我连自己的亲事都身不由己。你去帮忙吧，莫要玲。是。
小女娘，手上轻点儿，耳朵都震聋了。这条案怎么得罪你了？我就像这条案，谁都能锤几下，没胳膊没腿的，没得反抗。哎呦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个个都怨声载道啊？小女娘，我问你啊，那个程少商现在何处啊？他抢人夫婿，害得我孙女儿昨日痛哭不止。我呢，就是想问问他，为何要高攀林将军？男女都是人，何来高攀人说？全都城都在说，我嫁与林不疑，是我高攀。可没有人知道，如此不平等的婚事，我陈少商才不稀罕呢。老王爷，莫非你今日是来搅黄婚事的？我堂堂圣上叔父，怎么能做那种下作之事呢？哎，你就是程娘子啊？我还以为终于盼来一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救命恩人呢。你早已知晓本王的身份。能在曲陵侯府后院来去自如的人，只能是来送聘礼的汝阳王了。你的胆子也够大啊！明知本王身份，还敢与本王顶撞。我本就是这样，不知礼数。老王爷若是看我不顺眼，不如替林子慎退了这个婚事吧。这都城多少女娘都倾慕林子胜，可怎么在你这儿，我觉着你要让我把这婚事搅黄似的。我与他从一开始便就不平等，在我心里，两个人若是做不到平等尊重，还不如一个人过呢。你可知道这世间人分三六九等啊？即便是真正的夫妻，也未见得能够平等尊重。本王与我家那婆娘成婚50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她不敬我，我也不重她。只不过我修行多年，追求无为不争之道，故儿也只能忍耐罢喽。哟，老王爷，您竟是修行之人。方才倒没瞧出来。唉，老王爷一心为了无为，却忘了修行之人本应该顺从本心，不可讳言。老王爷，怎的半点也没做到？这世上本就怨偶无数，有的说是为了儿女不舍分开，有的说是怕父母不敢分开。可偏偏没有人敢承认，是不敢承担后果，所以没有分开。老王爷，你既不敢绝婚，就不要拿道心当借口了。我看你啊，分明就是惧怕权势，怕惹圣上不高兴罢了。你敢说教本王？啊？你既然觉得与林不疑身份不等，为何不敢去婚？我也惧怕权势。哦，老王爷，老王爷记得老王妃的令，想替豫昌郡主出头，不如就将这聘礼全部搬回去，把这婚事给搅黄了。这样，你好，
婆也好。我得谁的令？你婆娘能命令得了我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？啊，你盼着这婚事不成？我可不上当。我是瞧着子胜长大的，我还就盼着这婚事成了。别啊！你想让我帮你拒婚，当我傻？反正啊，这聘礼已经送到，本王也该回宫复命。你啊，本想借我的手搅黄这婚事，老子呀，绝不上当。你老糊涂啊！是让你搅黄婚事，谁让你当自家婚事操办了？哎呀，你这泼妇不讲理！这婚他搅不黄，这是圣上天允的婚，你我又如何呀？大夫是圣上叔父，圣上也要赏几分薄面的。不如大夫入宫面圣，命凌不疑迎娶2人如何？我愿意成家娘子，共侍11郎。荒唐！玉昌啊，你看看你这个为求佳人不惜折损自身的这个样子，你丢人丢人丢人！大母，大夫变了，不疼玉昌了。如今多少人视我做笑话，他还有脸活在人世啊？就让我死了吧！哎呦，荒唐！玉昌，听大夫一句真心话，男女婚姻大事凑合不得，若凑合必成仇。你看我和你大母，无一日不争吵，无一日不埋怨，那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你何必要重蹈覆辙呢？你在孙人面前混说什么？你真敢与我结婚吗？让圣上的脸往哪儿搁？你挑唆我，让我去寻程阳子的麻烦，让我以权势压人的时候，你有想到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吗？50年了，我总算是想明白了，我得为自己活一回。这回啊，是为我自己觉得，爱咋咋地。大母，玉昌这就去圣上面前找根绳子吊了自己，看圣上是要赐婚外人，还是逼死我这个从侄女？哎呀，你父母走的早，大父念你自幼失去双亲，才处处纵容你，把你纵容成一副一言不合就寻死觅活的样子。你有没有想过呀？你若一言不合就以死相逼，谁会看得起你呢？一个女娘尚且不尊重自己，那未来的郎婿凭什么尊重你啊？玉成，大夫对不起你。你已为凌不疑误了花期，大夫觉得你还是尽快择一户好人家嫁。至于凌不疑，死了这条心，你和程少商天差地别，此生无罪。大母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敢动我命根子，我跟你拼命！我还要进宫问问，当初给圣上那口饭还作数吗？够了！我受够了！这么多年你挟恩情自重，说什么曾给圣上一口饭救命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那是一碗馊饭，一碗你不要的馊饭，一碗馊饭换来了10余年的荣华富贵，够本了，够了。玉昌，今日大夫一言九鼎，要么尽快择一户好人家把自己嫁了，要么留在三菜观，此生青灯相伴。是素发出家，还是盘发出嫁？自己选吧。南母。
少主公，方圆10里我们都搜遍了，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此处泥土潮湿，人行在上必定会留下足迹。可这附近干净平整，别说是韩武的足迹了，就是连马蹄印都不曾见。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处理得这么干净，必定是军中人。那些人竟然是军中的，那韩武也许还留下了其他线索，再找找。可是四周我们都搜遍了。挖！一短3长，便是属下预先。若是我平安无事，就是2短2长。韩武发现自己被人追杀，在此埋下线索，2长2短，证明他还活着，他会自己来找我们的。暗中留意，是否有关于韩武的其他线索？是。即刻启程，连夜赶回都城。是。这么着急回去吗？我得回曲陵侯府。下聘当日誓约，理应登门道歉。少主公，怎么了？你这般杀气腾腾，不似去赔罪，倒像是去兴师问罪的。你们的意思是，我很凶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但是少主公应该事事都笑笑，像这样。你会说笑话吗？真羡慕娘娘你呀，要出嫁了，再也不用被阿父阿母管束了。才不是！之前阿母不许我嫁凌不疑，如今在婚事上比谁都上心，绝口不提退婚之事。如此可见，他心中根本就没有我。娘娘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亏心了。当日可是阿母在宫中冒死提出此婚，你自己非要嫁给凌不疑。是什么叫我非要？那是形势所逼，不得不。算了，跟你们说这些干嘛？说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权势，什么是厉害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娘娘，你可别气大伯母了。大伯母这些天吃不下也睡不好。洋洋，吃饭。娘娘今日为何一直掉下午？定是凌不疑没亲自来下聘，给气着了。不过阿母也奇怪，换往日早拍桌子了，今日一句话也没有。哎，这些女娘们心思捉摸不定啊。这凌不疑确实有些过分，婚还没结呢，就在下聘仪式上怠慢娘娘。你我做兄长的，可绝不能饶恕啊！对，带他登门，咱们带娘娘给他个下马威。
少商，陈将军、陈夫人，那日我有紧急军务，没能赶上下聘，实在抱歉。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，自己拿了主意便是，有何好致歉的？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林将军既然来了，便一起用膳吧。秦聪，收拾一下酒坠堂，请林将军过去用膳。不必多礼了，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，一起用膳吧。大家不必这么拘束，子慎很好相处的。大家为何不说话呀？那个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们程氏虽是小门小户，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甚好，甚好。不如子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古时有一位书生，最是自私凉薄，从不与人交好，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。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，每出岛都需要乘船渡湖。有一日渡湖时，他发现所乘之船被水中石破了一洞，他本可脱衣补洞，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，也不愿废其口舌，就任这洞不断地冒水，直到这船行至湖的中央，众人才发现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，惊呼道：“这船要沉了！”各位猜，此书生如何作答？他答道：“这船又不是我的，与我何干？”那最后呢？此人如何了？自然是淹死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甚是有趣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哈！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，听着像。来，三兄。多谢林将军。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？天气炎热，天气炎热。来，三兄，子慎敬你。
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？啊，随便喝2口，解暑降温。多谢林将军。自身再敬三兄，解暑降温。四兄，我喝。先干为敬，爽快。我不胜酒力，我吃菜。啊，好。林家的郎君来了，不得无礼。哎呦喂，真热闹啊！大母没来迟吧？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就是林家的郎君吧？啊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眉毛是眉毛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是嘴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卓尔不群呐，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。我看你们说呀，我这辈子看人就没错过。你跟我们家苗苗一个鼻子俩眼睛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看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。我曾经也这么说过，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！睿智，睿智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好好吃的，我从未见过。是吧？嗯，好，我让他们给你们做。阿婆啊，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，届时各家回礼，咱们送去就行。嗯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！师部，开包茶宴。什么？都说家宅安宁，方能兴旺。我与少商定亲，程家人亦是我的家人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啊？我先睡会儿。啊，要拉开。哎呀，啊，这样，好。阿香为何在石头上兜里？阿父，陈伯父，二兄出征须御马，若下盘不稳，与人在马上对决时，难免有坠马之危。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。您说，在我看来，明日当再加一块石，您意下如何？还加呀？手别弯。子胜所言甚是，就得好好练一练。是。您说，你看，三兄，你惯用功，手若无力，箭便射不准；手稳，则箭准。
你若想百发百中，还需要努力操练呢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。我今日看过卦象，便知今日诸事不吉呀。三兄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事事求问神明，不如先跟我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家人安康，才能诸事吉昌。从今日起，你的家人可同我一同操练。哎，莫名其妙。少商，哎，我是女娘，我又不用冲锋陷阵。再说，哪有女娘操练的？我与那些迂腐之人不同，我认为天下男女理应一视同仁，而且女娘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。女娘又……二兄，走，还撑得住吗？你跟陈将军一样，都是陈家好儿郎。林树，让开！刺！刺！再来！林树！刺！好，再来！闪开！长子，文房，娘娘，陶罐若掉了，明日便增练一颗。我也要练这些吗？我听闻你去年险些害病而亡，皆是因为操练不够。你放心，对你，我肯定是最上心的。大可不必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。哼！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。是啊，你练多久，我就在这里陪你多久。不必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我还需练多久？大约1个时辰吧。1个时辰吗？心动的很。娘娘，程家好儿郎。袅袅，你这个郎婿啊，为父真是招架不住。他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，为父用了20年都不曾射劈过。嗨，娘娘，阿紫生平第1次，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。阿紫，我的手如今都还抖着，我也当真是没办法。人家成婚是要人，我成婚是要命啊！不，你成婚要的是我们的命，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！不行了，肩膀。辛苦各位了，我已经命莲芳去准备冰梅枝了，
一会儿就能送来，到时候清热解暑。啊，来了，来了！这便是你说的冰梅汁？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？为何是滚烫滚烫的？是我吩咐联防做的，淡冰伤身，刚刚操练完，适合热饮，大家趁热喝吧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小声点儿，外面都是黑甲卫，你不要命了？要怪只能怪袅袅，闲来无事长这般好看做什么？将凌不疑招惹了。袅袅，你这狼穴可不比阿瑶好说话呀。如今婚事已成定数，说什么都是无用，又不能退婚。退什么退？退什么退？一个个的蠢货！如此俊俏的郎婿，举着火把也找不到，你们还推三挡四的？阿母，小声点儿，外面都是黑甲卫。你们才吃了几天饱饭，就不知道乡愁好坏了，想退亲，除非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。没退，没退，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，哪个能退啊？阿母只管放心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可千万不能声张啊！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，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，圣上会怪罪大人的。到时候程氏别说是鸡飞蛋打呀，连小命都没了。总之，梁子胜，这郎婿我是要定了，你们要退，我要闹死你们！阿母放心，这个郎婿跑不了。阿母回屋歇息去吧。咱们歇息吧。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日后林不疑来咱家，还是你们负责好好招待吧。这些时日事务太多，我身子也有点乏了，管不了啦，管不了喽。娘娘，为父想仔细了，以后林不疑再上门，你就自己招待吧。我们长辈齐齐在场，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啊。好，就此定了，就此定了。阿父英明。
唐子，你总不会留下我一个人吧？娘娘，唐子觉得论舞剑，还是你更合适。我也不是很合适。来，再喝。往日都不见你出门，怎么这要成亲了，倒比往常更自在？从前家里人每个都看着我看书，如今林不一日日来访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谁还管我？好不容易溜出来，喘口气儿。啊，这多好啊！要成亲就没人管了。那我也想成亲。从前阿母日日管着我，我觉得焦心烦躁。可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我倒觉得这心里面空落落的，好不踏实。你呀，就是成亲前有些焦虑。我前12个阿紫成亲前也是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的，你以后习惯就好了。不然以后你嫁去林家，还要陪嫁个阿母去不成？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可林不疑要管我呀。我以前觉得阿母的管束令人望人生畏，如今与这个林不疑相比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你怎么提起他就咬牙切齿的？操练骑射，难以想象，他让我们府中上下一同操练骑射。那你是该多练。瞧你那病怏怏、有气无力的模样，我这是睡眠不足，身体不好所致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人躺着不好，为何要练骑射？为何？从前阿瑶才不会管我，不会让我做不喜欢之事，也不会管我吃什么喝什么。哪像这林不疑，过午不食，粮物不食，食多了还不能食，他不如饿死我算了。来，再喝。谁爱被管谁被管去吧，反正我不想。他还喜欢讲故事，恐吓我，吓唬我。他说，若是我不嫁他，就会杀了我全家。哈哈哈！他以为我没听懂，我都听懂了。林不疑，可恶至极。可是阿瑶好，还会陪我喝酒。我也能陪你喝。来来来，喝，喝。为何盯着我看？因为你奇怪我才看。
你说，这凌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是什么滋味？你呀，就把那眼睛闭上，想着谁看到谁，那便是谁。闭上眼。喜欢？不喜欢？喜欢。这下子，我看到凌不疑了，他好像坐在这儿。凌不疑，这下子，你说我若是看到了凌不疑，那说明凌不疑又没了，说不定。凌将军，我敬重你为人刚直，怎可趁人之危呢？凌将军，为何行为如此不谨？你们呀，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危，行为不谨的是我们袅袅啊！你看，在下并非只带回少商一人，万家娘子也在马车之内啊？什么？七七也醉了？丢人丢一双。不若这样，凌将军先将袅袅教化于我，待他酒醒之后啊，恐怕不行。啊？少商与凌将军虽已定亲，但终究还未曾成婚。还请凌将军放手，将他交与他阿父，待他归家。陈夫人，并非在下不放手。陈夫人，您看。哎呦，陈夫人，那在下先送少商回屋了。那就劳烦凌将军送袅袅回屋。莲房，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。是。多谢陈夫人体恤。告辞。哎呀，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，又能奈得了何人？我乏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去帮宋儿送七七回万家。这臭小子还未从车中出来，该不是也被人搂着不放吧？你个疯小娘，再不松开，我就将你绑了送还万伯父，让万老夫人治你！你以为我怕我阿父和大母不成？我万实在怕过谁呀？这是打起来了！万七七，我要断子绝孙了，你陪我！不准再闹了，不然看我们治你！哎呦，你还制服我呀？我万13搬下去，你把统治捅出来啊！
如今这些小女娘啊，个个凶悍，还是我家夫人温柔善良、贤惠淑德，天下难寻啊！你们俩快去备些伤药。是。再去备些醒酒汤。是。别闹！我扶你下车，喝醒酒汤就送你回府。我还要喝。你喝的够多了。还是咱前辈府的。你怎么还踹人啊你？你拦着我！你还要名声吗？你再喊，我就。救什么救你？来人！来人！你说，是凌不疑扛我回来的？宁公子，你日后还是莫要饮酒了。昨儿林将军哄了你一整晚呢。快走！哎，慢点。走，快，赶紧走。醒酒汤，先喝了吧。你是不是怪罪我，平日拦着你喝酒，所以干脆一次喝个痛快？这是我命宫中医官配以珍贵药材做的桃花酿，入口醇香，也不容易喝醉。你以后若是馋酒，就喝这个吧。我不是要拦着你去做喜欢的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弄坏了自己的身子。这酒不好，比起桃花酿，我更喜欢千里醉。你若是不喜欢那味道，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。还是你觉得不合适的不是这酒，而是我？你内心抗拒与我成婚，所以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物，你都反感，哪怕内心欢喜，也要强忍着拒绝，是吗？少商，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？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林将军权势滔天，而我一无所有。你并非一无所有，我也并非万事不缺。少商，你有你的阿父、阿母、阿兄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真心待你。我不曾拥有这些。你我并非是同路人，就算我有亲人又如何？这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的家；这是我的家人，不是你的家人。确实，这家是你的，家人也是你的。我自幼在军中历练，习惯军令如山，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。少商，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，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，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，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。你说我不懂你，以权势压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是个寻常人。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。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只有压迫。我不需要桃花酿，也不需要你如此关照我和我的家人。你说你和寻常人一般，可你本就不是寻常人。你我最开始就不平等，你求圣上赐婚，从未与我商量，你都没有问过我一句是否心悦于你，自作主张，何来尊重？林将军，
我当真要被你这种惯还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那我问你，心悦我否？与是否心悦无关，是你不能。所以你从未喜欢过我。若你口中的喜欢，就是要处处顺从你，被你约束，被你干涉，被你的人每天监视着，做什么、吃什么、干什么都要由你安排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被你拉去受苦，全家人因为你而不得安宁。对不起，林不疑，你这样的喜欢我当真是承受不住，而且我陈少商永远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？没有你的生活。这是真心话吗？再真不过。请林将军离开我的家，离开我的生活，也离开我。我们两相决绝，各自珍重。好，我走，放你自由。女公子，你都做了一早上了，要不用点早膳吧？我不饿。怎么可能不饿？你昨夜吃的东西全都吐干净了，如今腹内一定空空。我昨日还吐了。可不是嘛，林将军帮着收拾了一夜呢。女公子，你不知道昨夜莲芳有多担心。你昨夜又是哭又是笑，又打又踹，还逮谁咬谁。除了林将军，怕是没人能受得住。我都担心林将军一怒之下把你给砍了，可没想到他愣是陪了一宿。他一宿都没睡，哪能睡得着啊？你闹成那般。不过，你倒在林将军身上，倒是睡得挺香的。女公子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阿母。这鞋是谁的？林将军说，怕你又吃足贪凉，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袅袅，
你可愿听为父一言啊？这事凌不疑没有错，为父也见过几次你们相处啊，你二人言笑晏晏，相谈甚欢，谁也不是瞎子。就算不是男女之情，仰慕总是有的。你说的人家心头火热，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，我也答应了。婚约既成，凌不疑究竟何错之有啊？我没说他有错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想要的，这世上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？为父托大一句，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圣上也有无能为力之时。袅袅，你觉得就算你不嫁给凌不疑，你就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？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。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，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凌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袅袅啊，我与你阿母啊，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，起之之初，本是想守着乡间平安，保家小文族。这20余载，我们活里学里拼杀，没有生死家灭，还混出些名堂，也算知足了。大不了这官不做了，咱们回乡间做田守翁去啊！这女子嫁人自古就便如新生，一步错是终身错，富贵全是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，不算什么。袅袅，若你真心不愿意和凌不疑在一起，我与你阿父就算是撇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，也一定会保你去推掉这名亲事。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，你当真不喜欢凌不疑，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婿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阿母希望你想清楚，再做决定。无论你如何选，阿父阿母都支持你。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，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凌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林将军说，怕你又吃足贪粮，特意猎来巨马，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
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，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，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。那时，我将不再是陈少商。你说我不懂你，以权势压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是个寻常人。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。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，只有压迫。我当真要被你这种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我自幼在军中历练，习惯军令如山，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。少商，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，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刚刚操练完，适合热饮，不如子胜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，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，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。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？你说这凌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婿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杀！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，你当真不喜欢凌不疑，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我就是倾慕你许久，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十一郎。太晚了，睡前进食过多，容易积食。程娘子窃听军机，去了廷尉府，也做不了行军官，只能做清饭。什么窃听军机？林将军，你莫要胡说！凌不疑，嘿嘿，准备，关于我定亲一事，还有何事要议？一并问完，别再为难我家媳妇。别动，抓紧我！疼吗？你手疼吗？那就好。林将军，我自己。你坐好。
方才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，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圣上总说，我活得没有人烟气，像一缕游魂。但我与你一起时，最有人烟气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此甚此生，非他不娶。阿发母，阿发母，我决定了，我嫁。